我叫阿谦，是一个心理工作者，出生在广东，现在在深圳。我现在和我男友住在我爸爸为我准备的房子里边，我们一起生活了8年。当时在小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同桌的一个男生，跟他在一起，我会觉得心花怒放的感觉，很像是恋爱的那种喜欢，而不是朋友之间的喜欢，而且特别想要跟他亲近和靠近，就是那种肢体上的。我们当时比较喜欢一起骑自行车嘛，那个自行车它是有前后座，然后我在后座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抱他，甚至我也会想要去约他一起去游泳，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的懂，没有把它很定义，然后我只是说觉得喜欢他感觉很好，但是我没有说特别把自己分为哪一类之类的。然后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同桌，她是一个腐女，她很喜欢看耽美，她说哇，耽美真的特别美好，然后跟大家科普什么叫攻，什么叫受。那我就觉得哦，那我是可能就是同性恋，就是 BL， 然后会想，哎，那我属于攻受哪一种呢？然后自动就给自己归类，就好像是受。怎么分攻受？好像在那个耽美里边，就是说一个男性气质比较强的就是攻，然后女性气质比较强的是受。我觉得我比较偏受的那一方吧，就是当时的那种感觉是1和0，然后攻和受它其实就要模仿异性恋的一个模式嘛。但是同性恋相处是2个同样的性别嘛，这个社会的关系的范式就还是异性恋的模式，然后就会把这种不平等的感觉带到了同性之间的相处。刻板印象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种负面的影响就是其实持续了挺久的。刚开始的时候就下了很多电影来看，比如说什么《天佑鲍比》啊、《喜宴》啊、《断背山》啊等等，就去直面一些同志的议题。当时东北大学有一个几百人的 gay 群，就是全是东北大学的，去参加活动，然后就会得到了陪伴，然后那我就会觉得啊，至少我不会是那么孤独的了，然后至少就是身边还是会有同伴的。但是我对自己的性别气质，还是会有一些不接纳的地方。传统定义的男性气质比较强一点的，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或者说更多的关注度。然后那些比较娘一些的，就会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有过一句话，他说，同性恋也是男人，然后那种娘了吧唧的，就是不配做同性恋。类似的话让人觉得好像大家对于女性气质还是特别排斥，而且女性气质它是跟负面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母，它其实本来就是妈妈的意思嘛，就中性偏正向的一个词，但是在同志圈里的那种语境来说，它就是一个负面的词。在一个交友的一个活动里边，然后只要有一个人他是很有直男范儿的，然后即使他长得其实也不算是那种特别精致特别好看的那种类型，他还是会最受关注。就是这种直男的气质已经是比长相还要更加的被大家看重的那种感觉了，就会让我感受到就是那种性别气质所带来的一种阶级划分的。我后来交了一个男友，我跟他的互动就是他比较直男癌，然后大男子主义，就是类似于异性恋的范式，就会让我很不舒服。性爱的过程中会觉得好像我要去牺牲我自己去成全他的愉悦。对性的很多的理解就来自于 AV， 日本的 AV 其实就是非常的厌女的，非常不关注女性的感觉。在10的时候就让我特别疼，然后但是当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疼是正常的，习惯了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可以扩张的，原来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但你习惯了就好了，这样子的描述就会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那我就忍下就可以了。就他抽插了40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我就疼得麻木了，就是我不是习惯，我是麻木了，而且我会有点解离。解离就是心理学上说就是解离，它就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因为太疼它就会解离嘛。那个前男友还会就是以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方式去要求我啊什么的，就是跟他的沟通中我会完全的感受到0啊受的这个位置在情感上的一个劣势，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部分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我有愤怒。好不容易脱离了主流社会的一个
范式，就是我可以是同性恋，我不一定需要是异性恋，我不一定要是需要结婚或者怎么地的。然后同性恋圈子里边又有另外一个好像我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一些东西在束缚着我。这种性别气质除了跟我自己有关，还跟同志的形象有关系。我娘了之后，好像我败坏了同性恋的名声之类的。我在沈阳的时候接触了一个公益组织爱之援助，它的负责人非常特别，他是一个高高胖胖黑黑一个人，然后但是他特别娘，而且他娘的非常的自然，叫我妹妹，他说妹妹这姐姐最近怎么样了之类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会有点尴尬的，但后来相处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还挺舒服的，这种姐妹相称的一种称法。因为之前我会比较羞耻于去这么做，我对这个部分没有那么排斥了。那个公益机构它其实有很多突破刻板印象的人，就比如说除了支持同志，它也支持跨性别。负责人带着我们一群 gay 在沈阳的大街上，就是我们手挽手走路，女生手挽手他不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如果两个男的就手挽手走路的话，就会很容易被认成是 gay， 然后就是会引人侧目嘛。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害怕，就是有人看着的。10个人陪伴下，我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内心的勇气出来了。手挽手是能够感受到旁边的人那种肢体的温暖的嘛，那种温暖所带来的支持感也是很强的。我可以打破这个社会的刻板印象，我跟一群男性手挽着手去逛街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去那里做志愿者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比较闷骚的一个人。我当时会觉得有点羞耻，就说我的闷骚被看出来了。然后他说其实你可以明骚出来，明目张胆骚出来。突然觉得原来其实心理学说，就如果你去压抑你的女性气质，它也是你内心的力量的一部分。如果你接纳它的话，也会迸发出那种真实的那种力量。好像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被它接纳。后来我就发现当我接纳自己所谓骚的女性的部分的时候，我是很有力量的我要去主持活动，我是要跟人接触的。接纳自己骚的部分之后，好像我自然的我就很外放，然后我很外向，做自己的力量而带来的一些甜头，这样。所以我就是参考女权主义，发明了零权主义这个词，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认为0和1是应该平等的，不应该就是以性别刻板印象去定义一个人，也不应该觉得偏女性的部分是感到羞耻的。我之前就一直想要去反抗圈里的那种鄙视链或者说那种父权的一个环境。故事和思考做成了分享会，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也邀请大家一起去讨论，就是这个圈里边的鄙视链，也号召大家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说有人觉得自己娘，然后他觉得很自卑，然后你可以去安慰他。或者说我可以比如说在布鲁地上，它有一些可以发动态，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Button Power 它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部分就是我无论是女性气质也好，男性气质也好，我去把我自己最真实的气质展现出来，那种做自己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还有就是父权的部分，就比如说伴侣相处的过程中，他更多承担一种照顾别人的角色，但是这种照顾是一种付出，然后如果付出是不对等的话，这是不公平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权利感，就是说你有权利去要求伴侣关系是平等的，付出是对等的，而不是说我是0，然后我就得完成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女性的角色。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家庭主妇是有人养我，其实现在很多家庭主妇已经开始反抗了。我不仅就是我花点钱，我要向我丈夫拿钱，然后这种求钱的一个动作是非常的困难的，而且我的社会价值还不被看好。其实家庭主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爽，但是很多0他会去把自己套到家庭主妇的角色，就是其实很多真的家庭主妇他就已经抛弃这一套了，他就已经觉得不爽了，但是很多0还是追求这个部分，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被厌女的思想给洗脑了，就是那种父权思想给洗脑了。就比如说其实女性和作傲娇联系在一起，其实也是社会建构，这个是厌女的一部分。有一些同志他可能为了强化自己女性的那个
气质，然后他会去追求这个部分，但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女性的一个刻板印象，这个也是被洗脑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人的状态是可以反映这个社会的样貌的。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经历讲出来而获得共鸣，然后他是可以非常有力量的，就像那个 Me Too 的那个，我们有好多的经历是觉得好像不应该说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就像同志，就是我以前我知道我自己喜欢男性，是个同性恋，但是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只有打开了我自己，我才会遇到更多的同性恋，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样貌。但是如果我不打开我自己的话，那我就一直处在一个孤独的状态里边去了。发声不仅对个人是有治愈效果的，它还是有一个有社会意义的一个东西，跟亲友会的那种出柜，就是我要社会面的出柜的理念是很相符的嘛。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舒服这个圈子里的鄙视链，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他就以为大家都认同这个部分。发声是重要的，无论你发声的质量是怎么样，就像出柜一样，只要出柜了，别人就知道哦你是同志，然后原来这个社会是有同志的。无论你出柜的方式是否磕磕绊绊或者怎么样，只要你说出来，只要你发声了，就是一个价值。我觉得可能任重而道远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很多观念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是我至少改变了。比如说我妈和我爸都有工作，但是我妈除了工作之外，我还要回家就是做家务，但是我爸会心安理得的认为我妈应该做家务。小的时候我爸是不给我哭的，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了，然后他骂到我不哭为止，然后但是我还是在哭。还有就是他为了锻炼我的胆量，然后让我去杀鸡，我不敢杀，然后他就是说那你就要看着，他当着我面就把鸡的喉咙给割了，然后就放血到桶里边这样子。所以我爸就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爸会让我意识到去除性别刻板印象的重要性。他说我妈就是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没有他大。后来我妈看了女性主义的课程之后，她就会去查账，那个房子是我爸付的首付，但是那个房贷是我妈来还的，然后发现她还的房贷比我爸的首付还多，然后她就说你以后不准说我对这个家庭的经济贡献没有你大了，我这个房子份额比你高。他以前也会有一些很初级的感受，但是他那种感受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能有些抱怨。之前我妈说到她的工作，我爸都是不屑一顾的，要不就不听，要不就是居高临下的给建议什么的。我爸就会觉得我妈是小打小闹，去贬低我妈的那种工作的成就。但最近我妈说到她的事业的时候，我爸就是说啊，那你确实是挺厉害的。我妈现在会比较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更加确定自己的价值。她女性主义的意识是受我的带领而觉醒的。你爸爸知道是你妈是因为不知道，不敢说。